来了，穿戴式挤奶器的大比拼。Hello， 我是莉莉。说是说大比拼，但是这个 video 主要是一个穿戴式挤奶器的选购指南。在开始之前，我要让大家知道，接下来我会说的东西，听起来你会觉得我比较偏心某一款，我自己也担心是不是偏心，所以呢，我已经多次扪心自问，这一个是偏心还是事实呢？为什么会说一些听起来好像很偏心的话？那如果呢我答不出来的话就是偏心啦，可是我答得出来哦。那因为现在我手上这几款穿戴式挤奶器呢拿来做比较，本来就是一个很不公平的比较，因为我这里大概有3个类别的款式。那第一款呢就是原创的挤奶器，就是 iMoney。那 iMoney 是最先发明这样子，上面挤提，下面挤奶杯，可以上下分开的穿戴式挤奶器。就可能就是因为技术上比较容易抄袭的关系吧，所以就被某些厂家大量生产山寨版，市面上才会出现那么多不同牌子的 ODM 版本。第二款是我不明白属于什么类型的，也就是 Yuha。它跟那一些 ODM 不一样，因为很明显它是有不同国家的代理，因为它在其他国家也是用 U 和 Yuha 这个名字，可是在我们马来西亚，这个 Yuha 的穿戴式挤奶器系列叫做 EVA， 可是它在中国台湾菲律宾那些地方都是叫 The Ins 的。然后让我混淆的是因为在英国跟这个 EVA Gen 2同样款的却不是叫做 Yuha 的牌子，他们的牌子名叫做 All Natural， 然后跟这个 EVA Gen 2同样的款式，他们叫做 O.21， 然后它同一个 All Natural 牌子也有出其他这样子的 ODM 挤奶器，所以说我不明白这个是属于什么，是 ODM 吗还是什么？我是没有打算踏入这一个领域啦，可是我是很有兴趣去增广自己的见闻，所以谁来指教我一下？第3就是目前市面上其余的穿戴式挤奶器款式，这些都是 ODM 产品。那 ODM 产品是任何一家本土企业花一笔钱就能跟外国的厂家订购一大笔货，不需要自己做 R&D。而国外的厂家因为要以低成本来大规模生产，材料和品质管理方面能做到的是有限的。我也收到风某个牌子即将会推出一款不是 ODM 的穿戴式挤奶器，可能在这一个 video 发布的时候他们就已经面世了，不过在我拍摄这个 video 的今天它就还只是空气而已，所以今天就没有把它加进来比较，以后我会另外做 review。 好，要怎样来比较这一些挤奶器呢？那时候我会以不同的选购条件来分析你的状况，应该考虑买哪一款。请各位妈咪注意，这里我是没有比较舒适程度和效果的，因为这些是因人而异的事。首先就说我最常见到妈咪们问的，有没有又便宜又好用的 hands-free 挤奶器可以介绍？便宜的有很多，长得像这样子的，有些甚至一粒的价钱是不超过100块。可是要便宜还要加上好用的就很难说了，因为好用的定义是什么，每个人不一样。就好像我之前在这一个 video 里面说的，这些最便宜的 ODM 穿戴式挤奶器质地很差，又潮又热，电池又不耐，你买2架的话，价钱比一架 ODM 手扶挤奶器还贵，不值得。尤其是如果你的经济状况真的很不好，要努力工作，又要勤劳泵奶来节省奶粉钱，需要用穿戴式挤奶器，这种情况之下，你更加不应该把辛苦赚回来的钱浪费在这一些劣质的 ODM 穿戴式挤奶器上。为什么我不鼓励买 ODM 穿戴式挤奶器？因为我相信穿戴式挤奶器它的机体的研发是很考验的，因为它的吸力要对，然后机体又要轻，然后操作又要静，而且他们为了竞争还会尽量降低成本。
各位妈咪，挤奶器是属于医疗器械，关系着你的奶量和乳房的健康。希望大家抱着选购家用医疗器械的慎重心态去选购。所以有没有又便宜又好用的 hands-free 挤奶器介绍？那个答案是便宜是有，可是好用不好用就见仁见智了。可是丽丽，我没有打算哺乳很久，我孩子已经快2岁了，原本用着的挤奶器已经坏了，现在我想要买一堆穿戴式挤奶器来用用看，不打算花太多钱，不要买那么贵的，所以你会推荐哪一个？真拿你没有办法。如果你是这种状况的话，好啦，如果你要价钱最便宜的是这一款，还有这一款，长这个样子的你不需要看啊，无论是什么牌子 ODM 都是一样的，你就看看这样子的有屏幕还有9个 Sealy Level 的这一种吧，比如说这一个 Mama's S5 Plus， 或者那 Autumn Gaia 这个是第1代，然后它出了 Gen 2， 这个都淘汰了 The Gen 2也是跟这个一模一样的。总之是长这个样子，还有9个 Sealy Level 的都是一样的东西，因为这一个至少有一个屏幕，还有比这一款多4个Sealy的 Level， 价钱也相差不远，所以我建议你考虑这个好过你考虑这一个。如果你来问我，丽丽，我会在工作的时候挤奶，哪一款是可以不容易让旁人发现我在挤奶的？穿戴式挤奶器基本上都可以让妈咪穿着挤奶器到处走，然后披上围巾也可以让人不容易察觉。但是如果人家注意看你的话，这个凸出来的挤奶杯还是会让你的胸围显得很伟大。现在我手上这几款的挤奶杯厚度都是一样的，即使是Yoha Eva Gen 2也是同样的厚。所以首先就是不要引起人家的注意力去仔细看你，就不容易被人家发现。也就是说，挤奶器的操作声音要够近。这几款之中最近的就是 Imani。那说到这个，我本来是想要让大家看看用这个声量计 App 来显示，来证明给大家看的，可是这下尴尬了。这几款之中，这一类圆的是比较潮的，分贝值也明显的比较高。可是这3款Imani、Yoha 还有最便宜的这一款，这3款用声量计来测量的话，分贝值其实是差不远的，而且有时候这一款的分贝值反而是最低的。可是用人的耳朵去听的话，很明显是Imani比较近。为什么？很奇怪咯，我不明白嘞。而且不只是我拿给我家人听，每个都跟我一样觉得Imani是比较近的。我搜索了一下，然后有看到说分贝值虽然是可以拿来测量音量的大小，可是那个声音的频率，也就是 Hertz， 还有那个振幅，会影响我们人耳对声音的判断。又学到新的知识了。那所以不好意思，虽然分贝值差不多，但是Imani还是人耳朵听起来最安静的穿戴式挤奶器，信不信由你。如果你们要的话，我可以用这个录 ASMR 专用的麦克风来比较给大家看。想要看我做这个穿戴式挤奶器声音比较的 video 的话，请在下面的留言让我知道，真的有人有兴趣看的话，我才做出来，然后我会分享在我的 Instagram。如果你来问我，丽丽，我要找方便容易用的，哪一个会比较好？你要方便容易是指哪一方面呢？是指穿上去开机就不理它，还是方便容易掌控状况？如果是说把挤奶器穿上，开了电就让它自动泵到停，这一种状况，我会建议你往有自动功能切换模式的方向去选，就是那些可以开机，然后它自动按摩，按摩几分钟之后就自动转换去这个挤奶泵奶模式的。有自动切换模式的挤奶器就是 Ali Z10 Plus 不是 Z10 而已Z10 Plus 还有这个 Yoha Eva Gen 2。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 Z10 Plus 的这个温水煮青蛙般的慢慢增加吸力强度的那个自动切换方式，然后它也有屏幕可以让你知道泵了多久，就只是可惜它的电池不耐用。
UHA 同样有自动切换模式，电池也比较耐，可是它却没有屏幕，你只能从显示灯的颜色或者凭你乳房的感觉来判断目前是用着什么模式，还有多强的力度，没有那么 user friendly。所以就是这两款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你需要取舍。如果是说要方便容易掌握状况，iMoney i2 Plus 就会比较好。它是没有自动切换模式，就是这一点可惜而已。你要自己动手从这个按摩模式切换去这个泵奶模式，就只是这一点不方便而已。可是在其他方面它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自定义自动关机的时间，你也可以暂停，然后它有屏幕可以让你查看模式、力度还有时间，然后充电也有一个 charging dock 充电屋。整体来说会有比较多个不同的方便之处。如果你来问我，Lily，我不要一天 charge 几次电的，我要电池耐用的，哪一个会比较好？这几款之中，电池最耐用的就只有 iMoney 还有 UHA。如果电池耐用度是你主要的选择条件，往这两家的方向去考虑。iMoney i2 Plus 电池会比较耐，这个不只是因为它有1400 mAh 的电池量，还有就是加上它可以自定义自动关机时间。如果你15分钟就可以泵到你要的奶量，就可以设置15分钟自动关机，节省电池。而 UHA 的电池量是1200 mAh， 也是可以泵很多次。另外，电池量显示方面来说呢，UHA 的显示就很糟糕，它的这一个显示灯是不准确的，红灯亮了很久都还有电。iMoney i2 Plus 都有屏幕显示准确的电池量。如果你来问我，Lily，我的生活真的很忙碌，没有时间一天坐下来几次用手扶挤奶器，可是又需要维持奶量，哪一个穿戴式挤奶器是最适合我的呢？明白，你真的需要用 hands-free 挤奶器，不是懒惰，不是贪爽，是真的没有时间用手扶挤奶器。可是要全靠穿戴式挤奶器来维持奶量是真的很冒险的咯，因为穿戴式挤奶器本来就没有手扶挤奶器那么有效。这个也有可能是因为你那个 bra 的搭配，还有你的 bra 的松紧程度也是有很大关系的，但是也无绝对，所以我不排除有一些妈咪会用到穿戴式挤奶器比手扶挤奶器更有效的可能性，所以你要有认真比较过，最好是可以亲身试挤，要真的确认你的穿戴式挤奶器是比你的手扶挤奶器更有效排出奶水，你才可以全靠穿戴式挤奶器。如果你找不到比手扶挤奶器更有效的穿戴式挤奶器，即使你在忙，可以的话，希望你至少可以安排到在开工前、午休、放工后这3个时间，都可以好好的坐下来，用一架有效帮助你排出奶水的挤奶器来好好排空乳房。你嫌我长期，我也不介意，因为这一个对你的奶量和乳房的健康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请妈咪一定要注意。你可以去看看我之前做的这一个 video， 了解一下使用穿戴式挤奶器要注意的事。今天这里提起的每一款挤奶器，我都已经有做过个别的详细 review 了，你可以按这里来查看。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在消费之前先了解一下产品。今天就到此为止，拜拜。